This documentary may contain footage of strays in distress or injury. Please watch with discretion. 我鼻子流血了，我出的那小心好了，一为了自己吧。我鼻子流血了，然后脚下面都是脏的，然后脚下面都是脏的。这个小猫刚才在路中间趴着不动，这个小猫刚才在路中间趴着不动。这个小猫刚才在路中间趴着不，然后路中间有它的不知道是什么，很臭。排泄物。先让它在这歇一会儿。排泄物。先让它在这歇一会儿。我害怕。小猫全程一动不动，我们以为它撞坏了不能跑，放松了警惕。结果它突然毫无预兆地从马路本来活该有一幕，我的我的有那什么？小猫全程一动不动，我们以为它撞坏了不能跑，放松了警惕。结果它突然毫无预兆地从箱子里窜出来，窜到车下面，然后就失踪了。就是刚才拿箱子装它的时候，它就跳到刚才这两辆车其中某一辆的下面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，车底下也没有。然后我怀疑它可能是刚才拿箱子装它的时候，它就跳到刚才这两辆车其中某一辆的下面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，车底下也没有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，车底下也没有。然后我怀疑他可能是跑到，这个院子里去，但这个院子锁着，我也进不去。我刚才用灯照了一下，也没照到。没找到他。咪咪，为什么跑到车底下就消失了呢？咪咪。为什么跑到车底下就消失了呢？我希望大家骑车或者开车的话，都稍微注意。我都是跟着我回家都行。希望大家骑车或者开车的话，都稍微注意一点吧。这些小动物已经很可怜了。不要再给他们带来一次伤害了，不要再给他们带来一次伤害了。我已经在这找了半个小时，我找不到那只小猫，我要走了。不着急回家了，不着急回家了，不着急回家了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。这个怀疑他有可能跑到那个院子里去了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怀疑他有可能跑到那个院子里去了。咪咪，天哪！我靠，奇迹！你看它下面都是屎吧？
就刚才撞的。哇，你看它下面都是屎吧？就刚才撞的。哇，还啊，太厉害了！我感觉他没事儿，没事的，我感觉他没事儿，没事的。小宝宝叫的声音还挺大。我不知道看完之后是得把它还是可以带回去吗？都行，说没事儿你就带回去，有事儿把它放进去。牛的，对，我知道。什么仪器都有，对，微创的什么的，我连全环置换都能做。你说，太怕了，就看这个劲儿，你看没让大。哎呦，你看它不太行，它跑不了。就是你就给我所有检查内脏的全查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它也有危险期，跟人是一样的。我说老鼠。好甜的。好甜的，一种直销。好甜的，一种直销。好可爱，掉了，好可爱，掉了。你咋了？不是你咋了？不胖，吃点儿。不胖，吃点儿。宝宝，好微弱的叫声，越来越。人一旦捡到过小猫，很快就会捡到更多的小猫。暂时没有科学依据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8月份我捡了狸花猫小咪，是我人生的第一只猫。而11月份中旬，我又捡了这只出车祸的小橘猫。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在路中间趴着。不动，剩下一堆脏东西，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排泄。救助的过程中，它还逃跑了。我和好心路人在附近找了很久，才重新找到它，臭乎乎的送到了医院急诊。具体救助的过程可以看我的上一篇视频。总之，我能遇到它真的是相当巧合，能在它逃跑后再找到它，也只能说是不可思议。打完在箱子里趴了2天没动，还挺爱说话的。这个他什么东西也不吃。大家当天晚上不吃东西，很担心他撑不下去。第二天早上去看，他还活着。是吧？你还活着吗？吃了点饭。一晚上在箱子里趴着没有出来，吃了一些猫粮，把水弄洒。朋友说能吃能喝是好的预兆。小猫真的好臭，昨天车祸之后它好像不能控制排泄，身上沾了粑粑，现在还有腐怪味。因为家里已经有了原住民小咪，所以只能继续把它隔离在入户门口的过道里面。真的是绝世好猫，稍微一摸就打呼噜。真的是绝世好猫，稍微一摸就打呼噜。真是我在对我打呼噜啊！医生说这是一只长毛橘小母猫，此前我还以为橘猫都是公的。搬进来晒晒太阳，
搬进来晒晒太阳。哎呀，你好可怜呀！又捡个流浪猫回来，这只小咪在看这只小咪。哟，啥声儿？哟，这只小咪在看这只小咪。哟，啥声儿？哟，哎呀，好了哎，绝对能活，这么活跃。现在臭臭的，脏脏的，现在臭臭的，脏脏的。你看他，哎呦，他俩挺友好的，好的，此消彼长的。你看这黄子还比我们的小咪厉害，小咪扑他，同妹吧，这是。好家伙，这俩太可笑了。会面结束，好好养伤吧。哎呦。我准备允许他都很正常，然后又去了一趟医院，做了体检和驱虫，结果了一天，他从箱子里待不住，开始往外跑了。我知道是时候给他洗澡了，然后我准备允许他进家了，但是小咪的反应有点微妙，他在追着小橘子的，还在门口守着，小橘子一动他就扑过去啃，就像抓老鼠一样。哎，你别咬它。为什么不动呢？太好了，别跑啊，就在这儿吧。在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妈发过来视频，说他俩的关系现在变成了这样。舔狗小咪，舔的专注，舔的深情，还带着一丝强制爱的味道。谁能告诉我，这代表小咪是舔狗吗？还是代表小咪才是家里的老大？小橘子毫无反抗。谁能告诉我，这代表小咪是舔狗吗？还是代表小咪才是家里的老大？小橘子毫无反抗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不知道他之前再也未能找到。小橘子毫无反抗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不知道他之前再也未能找到什么吃的，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。第一次玩逗猫棒，对铃铛的声音毫无抵抗力。第一次玩逗猫棒，对铃铛的声音毫无抵抗力。第一次未经允许爬上了我的床，未经允许上我的床，还躺下了。第一次采奶，还是个4个月的宝宝罢了。第一次玩纸巾，哈哈哈！瞧你那没见识的样子，还是个超级能吃的小吃货。你好讨厌，妈，真没出息！你怎么偷偷上床？